世界公认的5种垃圾食品，泡面竟没上榜，比抽烟喝酒还伤血管100倍。吃得越多，死越快。再喜欢也要忌口提起垃圾食品，大家脑海里蹦出来的是不是薯片、可乐、汉堡这些？或者你首先想到的是泡面？的确，这些东西都不怎么健康。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它们并未进入全球公认的5大垃圾食品名单。没错，泡面竟然都没有上榜，这听起来很惊讶吧？我们都知道抽烟喝酒对身体不好，会伤害血管和脏器，但你可能不知道，有些常吃的食物对血管的伤害程度，竟被形容为比抽烟喝酒还高出100倍。吃得越多，死得越快，绝不是吓唬人。那么，究竟是哪5种食物这么可怕？接下来，我们就一步步揭开这份健康杀手清单的真面目。记得看到最后，一些你钟爱的美食可能正躲在这黑名单中哦。首先要介绍的第1种垃圾食品，就是许多人童年回忆中的辣条。辣条可以说是舌尖上的刺激，却是健康里的噩梦。放学路上买一包辣条啃，是很多人小时候最快乐的记忆。香辣的滋味又麻又辣，让人口水直流，欲罢不能。辣条那独特的气味仿佛有某种魔力，打开包装就能让一群小伙伴馋得围过来。然而，这份舌尖的快乐背后却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你知道辣条是用什么做的吗？它通常是用面粉或豆制品加上厚厚的调味料制成的。为了让辣条长时间保持鲜辣可口，生产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剂和调味料。比如，为了颜色鲜艳诱人，他们就会添加人工色素；为了让人一口咬下去又麻又辣还有点甜味，就加入过量的香精和甜味剂。此外，为了延长保质期，防止食物变质，还会添加大量防腐剂。一根小小的辣条里藏着一长串看不懂的化学添加物清单。长期吃辣条会怎样？首先，大量的人工添加剂摄入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可能产生不良影响，严重的话会干扰神经传导，引起头晕头痛等问题。其次，这些辛辣刺激的成分对消化道也很不友好，很多人吃太多辣条后会胃疼、肚子痛，甚至可能引发急性胃肠炎，让你上吐下泻，痛苦不堪。还有，辣条通常含盐量极高，又油又咸，吃多了会摄入过量的钠，引发血压升高，损伤血管弹性。难怪有人说，别看辣条个头小小，伤起身来一点不客气。所以，别被它那诱人的味道迷惑了。辣条可不是你的健康朋友，就算再喜欢，也要管住嘴巴。想想那些可怕的添加剂和高盐高油，再馋也要忍住。不要把辣条当日常零食猛吃，偶尔解解馋可以，但经常吃，而且吃很多的话，真的是在拿自己的命开玩笑。舌尖一时爽，身体日后可能就要遭殃啦。接下来要登场的第2种垃圾食品，同样是潜伏在我们生活中隐形杀手，它就是罐头食品。说起罐头，不少人都有童年美好的回忆。小时候家里条件好了，父母偶尔会买1、2罐甜甜的糖水、桃罐头和菠萝罐头给我们解馋。那时候觉得罐头水果比新鲜水果还好吃，甜滋滋的糖浆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午餐肉罐头和鱼罐头，开罐就能吃，既方便又美味。然而，随着大家健康观念的提升，曾经让人快乐的罐头食品，如今却被列为垃圾食品的一员，让人闻之却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罐头食品之所以可以长时间保存，秘密就在于它在生产过程中添加了大量的糖和防腐剂。以糖水水果罐头为例，为了让水果久放不坏，需要浸泡在高浓度糖浆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每吃1块罐头桃子，就同时吃下了大量白糖。这些过量的糖分进入身体，会转化为脂肪堆积起来，让人变胖。而且高糖饮食会增加胰腺的负担，长此以往，患上糖尿病甚至胰腺炎的风险都大大提高。再来说说肉类和鱼类罐头，为了保持肉质不坏，厂家会加入盐和亚硝酸盐等防腐剂，高盐分让罐头肉又咸又重口味，吃多了对心血管极其不利。钠摄入过多会导致高血压，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不仅如此，罐头在加工过程中高温杀菌，也会把食材本来的营养破坏不少，维生素被大量破坏，
膳食纤维也减少了。吃罐头获取的营养远远比不上新鲜食物。可以说，我们吃下去的罐头，除了过量的糖和盐，真正对身体有益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了。经常吃罐头当水果蔬菜的替代，不知不觉中就为肥胖、高血压这些疾病埋下了种子。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要对童年钟爱的罐头说再见了？别伤心，偶尔怀旧吃一次问题不大，但绝不能经常吃，拿它当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新鲜的水果蔬菜才是身体最好的朋友。下次想吃甜甜的水果，不妨买新鲜的桃子，自己削皮切块，虽然没有泡在糖水里那么甜腻，但天然的味道更健康。想吃午餐肉，也尽量买新鲜肉，自己烹调，比罐头安全放心。总之，罐头食品的美味是以营养流失为代价的，还是尽量少碰为妙。第3种上榜的垃圾食品，许多人可能想不到，它就是火锅爱好者的心头好，那就是火锅丸子。寒冷的冬天，和家人朋友围坐一起吃火锅，别提多开心了。涮火锅的时候，各种鱼肉制成的丸子拼盘几乎是必点。圆滚滚的丸子在汤里一涮就熟，又 Q 弹又入味，深受大家喜爱。然而，这些美味的火锅丸子却暗藏玄机。很多丸子的主要成分根本不是真正的鱼肉或肉类，而是淀粉混合碎肉和大量添加剂和香精制成的假肉丸。看似是肉，其实肉含量少得可怜，更多的是粉粉糊糊的淀粉和调料。为什么厂商喜欢用淀粉和添加剂做丸子？原因很简单，成本低，口感还不差。淀粉让丸子吃起来有饱腹感，Q 弹的口感也是靠添加剂调出来的，再加上一些香精，就能模拟出肉的鲜味，让人误以为吃到了真材实料的肉丸子。可实际上，你吃进去的优质蛋白质很少，吃进去的一大堆碳水化合物和盐，还有各种食品添加剂倒是实打实的。长期大量吃这样的丸子，对身体可不是什么好事。首先，丸子里的盐分和脂肪含量往往不低，有的丸子在制作过程中还先油炸一下以定型，这样煮火锅时不容易散，但这样一来，脂肪含量也跟着上去了。一盘丸子吃下肚，相当于吃了高盐和高脂肪的组合套餐，热量爆表。摄入太多油盐会导致什么？会让你发胖，会让血压升高，会增加血管的负担。难怪有人调侃火锅汤是死亡之汤，煮满了各种丸子和加工食材的汤底，含盐量和脂肪都极高，喝了等于在喝高血压汤。虽然这是句玩笑话，但也从侧面反映出火锅丸子等加工食品对健康的危害不容小觑。其次，这些假肉丸子的添加剂负担也不可忽视。为了让口感更筋道，可能加了改良剂；为了保鲜，离不开防腐剂。在吃得爽快的同时，你的肝脏和肾脏可在努力替你分解和排出这些化学物质呢。肝肾是身体的解毒工厂，如果它们长期超负荷工作，健康状况可想而知。所以说火锅丸子是假肉带来真风险，一点也不夸张。下次涮火锅，不妨多点些蔬菜、菌菇或者新鲜切片的鱼肉和瘦肉，这些才是真正营养又健康的选择。偶尔几颗丸子解解馋可以，但千万别把一锅丸子当成真正的荤菜猛吃。想想那些丸子里藏着的增肥高盐雷和添加剂炸弹，还是悠着点吧。为了自己的血管和内脏着想，克制一下口腹之欲，别让火锅丸子成为你健康的隐形杀手。接下来要说的第4种垃圾食品，相信很多年轻人都中招了，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奶茶。奶茶，这可是当代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快乐水啊！工作累了，来一杯奶茶犒劳自己；逛街约会，手捧一杯奶茶；和朋友坐下来聊八卦，还要点杯奶茶助兴。各种网红奶茶店层出不穷，新品口味五花八门。奶茶早已不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时尚的象征。可谁能想到，这杯让人心情愉悦的奶茶，竟然会是健康的一大天敌呢？别以为奶茶只是茶加奶那么简单，绝大部分市售奶茶的本质，其实是一杯高糖高热量的甜饮料。很多奶茶的含糖量令人啧舌，一杯500毫升的珍珠奶茶，含糖量可能轻松超过50克，相当于10几块方糖。这么多糖下肚，短时间内血糖飙升，长期下来体重也跟着蹭蹭上涨。
糖分太高带来的直接风险就是增加患糖尿病的可能性。要知道，2型糖尿病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现在很多20-30岁的年轻人就因为常年嗜甜饮料，体重超标，最终被查出糖尿病，甜蜜的代价真是让人后怕。除了糖，奶茶里还有一个隐藏的猛料，就是奶精。许多奶茶，特别是廉价的连锁奶茶，用的并非真正的鲜奶，而是植脂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奶精。奶精其实跟奶1毛钱关系都没有，它的主要成分是氢化植物油和各种添加剂。氢化植物油含有大量反式脂肪，这可是心血管健康的一大杀手。长期摄入反式脂肪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简而言之，喝下去的奶茶里真正有营养的成分寥寥无几，坏东西倒是不少。糖分会让你发胖生病，奶精里的反式脂肪则在偷偷伤害你的血管，更别提很多奶茶为了口感会加入香精和色素等，让味道更香吸引人。这些化学添加剂喝多了，对身体同样没有任何好处。可以说，一杯看似香浓美味的奶茶，其实是一场化学添加剂加糖分加反式脂肪的盛宴。难怪有人戏称奶茶是奶盖裹着的毒药，听起来夸张，但长期大量喝奶茶确实在慢慢侵蚀你的健康。听到这里，或许有的朋友要捂脸了，他们心里可能在想，天哪，我的快乐奶茶难道真的这么可怕？也许你觉得自己还年轻，喝杯奶茶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要知道，疾病有时候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找上门的。当某天体检发现血糖超标、胆固醇异常时，再追悔平日喝的那些奶茶可就迟了。并不是说从此一口奶茶都不能碰，而是要有所节制。想解馋，偶尔喝一杯无可厚非，但千万别天天一杯甚至多杯，把奶茶当水喝。更好的选择是喝茶或者现煮的牛奶，既有味道又有营养。千万记住了，奶茶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现在轮到最后登场的第5种垃圾食品了，它可以说是隐藏在日常餐桌上的慢性毒药，杀伤力甚至被比作给血管送上毒吻。这就是我们常见的香肠、火腿等腌制肉制品。香肠、火腿肠大家一定都吃过吧？早餐来一根热狗肠，方便又美味。炒菜时放点培根，丁提鲜，香气四溢。逢年过节亲戚自制的腊肠更是让人垂涎3尺。腌制肉类因为独特的风味和口感，深受人们喜爱。然而，这些美味背后潜伏的危机，你未必清楚。为了让腌制肉制品颜色鲜红，又能长期不腐败，厂家在加工过程中通常会加入一种重要的添加剂，名叫亚硝酸钠。亚硝酸钠作为防腐剂和发色剂，可以抑制细菌生长，并让肉制品保持诱人的红润颜色，看起来新鲜可口。然而，亚硝酸盐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少量摄入亚硝酸盐在安全范围内一般不会立刻危害健康，但如果经常吃而且吃得多，亚硝酸盐就可能在体内积累并发生作用。亚硝酸盐最大的危险在于，它在人体内可能转化成一种强致癌物，名为亚硝胺。长期大量吃腌制肉的人，患胃癌、肠癌等消化道癌症的风险比一般人更高，这已经被医学研究所证实。世界卫生组织几年前就把火腿肠和培根等加工肉制品列为明确的致癌物类别，可见其危害性不亚于烟酒。换句话说，那些经常早餐来根香肠，3天2头吃培根汉堡的人，其实和吸烟喝酒的人一样，也在给自己的身体埋下隐患。除了致癌风险，腌制肉制品往往盐分极高，一根小小的火腿肠含盐量高得惊人，吃太多会摄入过量钠，导致血压升高，心脏负担加重。再加上这些香肠、火腿往往也富含脂肪和胆固醇，经常吃很容易让血脂飙升，在血管壁上形成脂肪堆积，久而久之，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就找上门来。可以说，香肠、火腿吃得多，血管想不出问题都难。更可怕的是，有些劣质的腌制肉制品，为了掩盖不新鲜的肉味，可能加入超量的香料和添加剂，甚至滥用防腐剂。这无异于给食物抹上慢性毒药，吃下去后对肝脏、肾脏都是不小的挑战。有新闻报道过一些人因为长期大量吃腊肉、香肠，体内重金属
和有害物质超标，导致健康出现严重问题。这些教训都在警示我们，美味的腊肠香肠真的是吃得越多，死得越快啊！所以再喜欢也要克制对腌制肉制品的欲望，偶尔解馋可以，但绝不能顿顿都吃，也不能天天都吃。毕竟身体只有一个，经不起这样反复折腾。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能少吃就尽量少吃吧。说完了这5大垃圾食品，你是不是也有点心惊肉跳了？其实，这些所谓的垃圾食品之所以可怕，就可怕在它们往往很常见，而且很好吃，让人防不胜防。一不留神吃多了，短期未必有什么感觉，但它们的危害是长期累积的。等到若干年后各种疾病爆发，再追悔莫及。因此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觉得我就爱吃辣条、香肠、奶茶，身体也没出问题啊。年轻时透支健康的行为，迟早会以某种方式讨回来。长期吃垃圾食品的后果并非危言耸听，很多现代常见疾病都和不健康的饮食脱不开关系。像冠心病和中风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和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吃出来的占了很大比例。甚至某些癌症的发生也和长期爱吃加工肉和油炸高脂食物有关系。有的年轻人30多岁就突发心梗或患上糖尿病，追根溯源和他长期爱吃垃圾食品的习惯密不可分。还有些人年纪轻轻胰腺炎发作，那种剧痛令人怀疑人生，医生一查才发现是常年高脂高糖饮食富贵病。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难道以后只能吃青菜豆腐，什么好吃的都不能碰了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人生在世，吃饭毕竟也是一大乐趣，没有必要把自己变成苦行僧一般，什么都忌口。但至少我们要对这些垃圾食品有所警惕和节制，守护健康，首先要管住嘴巴，尽量少吃太咸太甜以及油脂过多的食物，尽量避免过多的加工和油炸食品，多选择新鲜天然的食材，均衡饮食。比如用水果代替部分零食，用茶水代替含糖饮料，在家用蒸煮方式代替油炸烹调等等，都是不错的开始。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观念，别再把辣条和奶茶当作可以天天享受的寻常零食饮料，也别每餐都离不开香肠、火腿之类的加工肉。偶尔为之可以满足口腹之欲，但如果沉迷其中，就要及时提醒自己了，再喜欢也要忌口。在美味当前保持一点理智，想想自己的身体，多问问这口下去对健康好不好。当你每次都能做出更健康的选择时，日积月累，你就为未来积攒了巨大的健康资本。好了，今天这份世界公认的5种垃圾食品名单就揭晓完毕了。总结来说，这5种食物的共同特点就是好吃方便，但暗藏杀机。吃的越多，对身体的伤害也越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烟酒更危险。听完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对这些舌尖诱惑有了新的认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从现在开始远离这些垃圾食品吧。如果实在嘴馋想吃，也一定要点到为止，浅尝辄止。毕竟身体只有一副，健康不能重来。管住嘴，迈开腿，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才能真正享受美食带来的长久快乐，而不是日后为健康埋单。记住了，再喜欢也要忌口，千万别因为一时贪吃付出沉重代价。